见丁长老。公孙师叔，好久不见啊！一介莽夫，平步青云。我看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丁隐了吧？我说过，公孙师叔目光远大，你是我在蜀山里面最投缘的一个。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。我现在已是废人，你来找我，有什么目的？我是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诸葛玉我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？他怎么死的？他这把老骨头身受重伤，你觉得他能撑得了多久？那丹真子是不是当了掌门？别这么沮丧了。如果你乖乖听我的话，你可能还有机会。哼，还说什么机会？当天是你亲手把我的经脉给打断的，现在跟我说机会，你是不是太好笑了？这只是权宜之计嘛。公孙师叔，你在蜀山蛰伏这么久，多等一刻又怎么样呢？哼。赤魂石的力量真不容小觑，一个一身正气的人，竟然变得心机重重。每个人都有顿悟的时候，现在的我已经顿悟了。我在想，与其做一个烂好人，为什么不心狠手辣一点，把愧于我的人捏在手心里面？我有我的目的，你有你的千秋美梦。如果我们好好合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那你说来听听啊。你还记得上官景我当年失去一条手臂是怎样恢复的吗？血影神功。它可以打通你的经脉，只要你忍得住痛，一切都可以重来。过去的10几年里，与你吵吵闹闹，原本以为日子还很长，可没想到就这样天人相隔了。早知今日，我当初何必要管那些世俗的规矩，和你白白浪费了好好相处的时光。师父，您不要太伤心了。如果师伯看见您这样，他也会难过的。好，我们都不哭，我们不让师伯担心。师伯，青云知道你平生最爱喝酒，青云给你带来了。以后我会经常过来陪你聊天喝酒，还有，我也会替你照顾好师父的。你在九泉之下，就安息吧。
青云，为师要闭关修复紫影剑。在为师修复闭关期间，不能有任何人来打扰，否则宝剑和人俱毁。不行，这么说，修复紫影剑太危险了。您为何要冒这么大的险呢？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掌门在世的时候，曾让你下山寻剑，这3把神剑跟蜀山守护苍生的使命息息相关。为师决定修复紫影剑，也算是对过世掌门的一个交代。修复紫影剑如此凶险，青云却连饭也不能给您送去，青云实在太没用了。青云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是该担当责任的时候。为师暂将栖霞峰转交给你管理，希望你不要让为师失望。丁长老，这恐怕不妥吧？不妥？有何不妥啊？血影神功一向是蜀山禁忌，修炼者会坠入魔道，任何人都碰不得。这只是吓唬你们这些胆小鬼的说辞。不瞒大家，我现在正在修炼血影神功，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有如此功力。难道大家不想跟我一样吗？丁长老天赋异禀，又有赤魂石在体内，我们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？人绝不可以妄自菲薄。我告诉你们各位，你们每个人都是蜀山培养出来的好弟子，每个人都经过了重重的磨难和历练。可是历代掌门保守，唯恐血影神功流传，引起武林风波，才将其视为秘密。但现在风波已起，如果大家还不努力的话，岂不成了岸上诅肉，任人宰割？自古以来弱肉强食，我们蜀山现在已经受到了重创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已经是一个警醒。所以现在我们更应该强大起来。我作为点苍峰的长老，愿意把这份力量跟大家分享。大家众志成城，将蜀山剑派发扬光大。长老，弟子愿意以身作则，苦练神功，定不负您的栽培。望长老赐教。不可以！血影神功，丁爷，当时掌门将秘籍交给你，是为了让你炼化体内的噬魂石，你怎么可以交给众弟子，公然违反门规？非常时期，当然有不同的方法嘛。之前蜀山那套老门规已经过时了，现在这个情况下，只会限制蜀山的崛起。那你的意思是，门规可以不管不顾，大家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之前一战已经消耗我们蜀山大半，蜀山现在就像一个空虚的皮囊，一击即破。我教大家血影神功，就是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蜀山的战斗力提升，这有什么不对？万一哪天又来一个魔宗，岂不是蜀山又要任人宰割？若不是亲耳所闻，我真的很难相信这些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当时青云向我禀报，我不相信，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。原来是青云告的状。丁大哥，我只是担心你啊。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掌门，我的心思很简单，
我只是觉得好东西就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，不应该一个人独吞。前任掌门托我重任，我丁颖感激于心，现在继续传承也是我的一番心意。掌门，如果你也想练血影神功，我立即把秘籍封上。血影神功十分危险，稍有不慎便会走火入魔。你应该明白，即使神功再威力无比，也不应该传授给这些刚入门的弟子。你这是想要了他们的命。神功练成与否，在于心性。如果心术正的话，就不怕走火入魔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不然当初你也不会推荐我做典藏峰长老。掌门，你这么担心，是不是在怀疑我们蜀山的弟子心性不坚定？掌门，丁长老自接任典藏峰以来，一心教导众人。我们相信以丁长老的实力，定会潜心修习，不扰心智。弟子愿意冒险，在丁长老的教导下练习神功。掌门，典藏峰一脉一直是蜀山的中坚力量，我愿意替掌门好好教导蜀山的众弟子，为掌门分忧。那个人一点都不像原来的丁大哥了。以丁隐的秉性，他不会说出那样的话。一定是赤魂石在作怪。大师兄，那天在阴风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绿袍好像跟他说了些什么，对他打击很大，才导致走火入魔。我从阴风谷把他救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没了气息和脉搏，是赤魂石的力量才让他起死回生。竟有这种事！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但现在看来，是当时丁隐伤势严重，意志薄弱，才让赤魂石的元神侵染了他的心智。以前丁大哥被赤魂石影响都会痛苦不堪，我们都能感觉到他体内的魔性。可是现在，就好像魔性与他融为一体，他的心已不再反抗，彻底被改变了。不会的，我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我看到他一直都很努力的控制，只是他心里太痛苦了，才会被赤魂石影响了一点点。他一定还有救，一定还有救的。真的有救吗？我从他的眼神里能感觉到不会错的。你放心吧，掌门师兄，我已经给我娘传信，让她查阅古籍，看看丁大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如今蜀山正是多事之秋，我刚刚接任，要处理的事务堆积如山，一时间还真有点焦头烂额。如果不是你的提醒，我竟然没有留意到典藏峰的异动。你和丁隐向来感情深厚，你帮我多看着他一点，不要让他误入歧途。好的，掌门师兄。反正等我娘回信还需要一些时日，我打算拜访一下百草师叔，看看他对丁大哥的事有没有什么主意。一切小心，不要让丁隐误会，更加激发他体内的魔性。煮了半天，就这么一小颗啊！我倒是能煮出一大锅来，你能为那个丁隐全吃下去啊？我错了，谢谢百草师叔。起效了再谢吧。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，丁隐这次情况恐怕是很严重，赤魂石也不太好控制啊。不会的，我一定会治好他的。啊，师傅，你觉得这能行吗？傻丫头，身子病了，吃药便行。这要是心病了，可得医心呐。丁大哥，我是来赔罪的。赔罪？不需要这样吧？要的，怎么不需要呢？来，怎么像木头一样站着呢？快点坐下来吧。
这个不会是鸿门宴吧？丁大哥，我之前是一时不能理解你，所以才跑到大师兄那边去告你状的。后来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我想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道理的。咱们算是生死之交，总不能因为这个小小的误会就影响我们的关系吧？你真的是这么想？谁不想蜀山好呢？之前小张总是说我太过保守，做什么都规规矩矩的，成不了大事。你这么做，冒这个险，也许是值得的。反正丁大哥肯定是想为我们蜀山好。当然了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一心想为蜀山好。这个桂花饼是我亲手做的，花呢是在栖霞峰后山采的，现在开的正是时候。你快点吃一口，保准你满口留香。你这出戏真的演得太好了吧？如果我真相信的话，那不是已经死了？丁大哥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太担心你了，你身上的魔气太重了，我是怕吃魂石影响了你的心智，所以才找百草师叔帮忙的。你服了这个丹药，说不定能够压制住你身上的魔气啊！你下毒害我，还要我乖乖听话吗？丁大哥，我是真的担心你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我做这一切都是想帮你，想为你好。想帮我？为我好？却下毒来害我？你没事吧？所有人欺骗我、利用我都可以，但是你不可以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骗我。我去做一些新的菜给你。丁大哥，我求你，你不要再这样。你这个样子，青云真的好害怕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丁颖他还活着。他还活着。我放出去的手下从蜀山打听回来消息，丹辰子带着丁颖回到蜀山，丁颖就奇迹般的起死回生了。现在，丹辰子接任蜀山的掌门，丁颖成了典藏峰的长老。你确定？
太好了，他还活着。可是他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他心里其实还是在恨着我的，对不对？说不定是因为蜀山有事耽搁了，又说不定是因为他亲手杀了宗主和夫人，还没有想好该怎么来见你吧。我去找他。玉儿，定影现在需要你，阴风谷也同样需要你。宗主离世之后，神宗上下人心惶惶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玉儿，算我求你了，可不可以先不要去蜀山？你说的对，烈影神宗是我爹一生的辛苦经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给他一个交代。召集所有门徒，在大殿集合，我有话要说。好。玉儿，以后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。我还是习惯站在旁边。参见大小姐。烈影神宗入中原以来，为江湖所不齿，被视为邪教。你们本是平民百姓，有家庭，有子女。但是自从被我爹抓进了阴风谷之后，便失去了自由，为神宗卖命，但也做了许多违背良心的坏事。其实这一切，只是因为我爹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为了复仇不择手段。虽说他也是可怜之人，但是扭曲的心智，也终于将他推进了无尽的深渊。既然你们要我做主，那我就决定还给你们自由。多谢大小姐，可我们入宗时都被宗主下了血咒，元神早已被禁锢，就算我们走了，也难以维持性命。我爹为了让我继承阴风谷，早就已经将血咒传授给我，我现在就给你们解开。
等，我等定当谨遵教诲，弃恶从善。爹，你一生仇恨，有多久没有体会过家的滋味？如今女儿将殷凤姑引回正途了，希望您和娘在天上看着，能够安心。我就知道你还是会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以防你不辞而别。你真打算去找他？你不怪他？他可是你的杀父仇人。我爹娘曾经为了仇恨受尽折磨，也折磨了不少人。丁颖便是其中之一。人这一辈子，爱还来不及，若像我爹一样满是仇恨，岂不是很辛苦？所以你打算放弃这一切？如今对于我爹来说，这或许是一种解脱，也算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吧。从一开始我就不愿意勉强你。只要你快乐，比留在我身边更重要。如果你真的想好了，我不拦你。你见到他以后，准备做什么？未来有太多不确定的东西，我还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说出来之后，你肯定还是会拒绝我，但我还是想问你一句，你能不能让我……之前我都说过了，阴风谷还需要你，不过要约法三章，不要再做伤人性命的事情。你放心吧，也不需要了。在外面如果遇到任何困难，随时回来。阴风谷永远是你的家。珍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点苍峰自行修炼血液之功，以天下正道为己任，守护苍生，心念所归，无惧无退。
大师兄，你到底要躲我躲到什么时候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你也不会去见我吧？去别的地方说。我不去，我就要在这儿把话说清楚。你我早有婚约，这些大家都知道的。现在你当上掌门了，我爹死了，你就不认了是不是？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安排妥当的。你怎么安排妥当？你现在明明就是想一拖再拖。你别这么无理取闹好吗？我无理取闹，是你出尔反尔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是我想干什么，现在是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人一直都是这么自私，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失，觉得全天下的人都得围着你转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受够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看，我真想不通，这新掌门是这样忘恩负义的人。他没有成亲，就拖长了禁果，让子英受伤。怎么会这样？真的？现在啊，又要抛弃子英。这种，哎，你不要到处乱跑啊！你身体还没有复原，应该在屋里好好休息才是啊。青云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大师兄都不打算娶我了。你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？大师兄现在是分身不暇，等到一切恢复正常，他一定会娶你的。不会了，他这次真的不会了。我跟他这么多年，我很了解他，他现在是真的嫌弃我了。他不想再顾爹的遗愿，也不会再娶我了。怎么会呢？我那么辛苦帮他当上掌门，他怎么能不要我呢？青云，不会的，大师兄不会这样的。千掌门说的对，丹辰子年少气盛，行事不够稳重。没想到咱们才折腾2下，他就坐不住了。丁长老果真是明辨人心，当时我就顺势对师兄弟们说，现任掌门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。他们可有什么反应？正所谓人言可畏，简单的几句话就传得有模有样。那太好了。只要我们加把劲儿，我们的目的很快就会达到。那丁长老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？先不要着急，我先去看看你师父。看你这个样子，应该有几分成效了吧？什么时候放我出去啊？难道我送你血影神功，你还不满意？还挺满意。不过你费尽苦心把我救出来，没那么简单吧？你下这步棋，就是想蜀山越来越乱，这就是你要的报复吧？我就是要蜀山越来越乱。所谓的千年基业毁于一旦。爹，大师兄他不要我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，爹？
白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一切都是小张的错。我替我这个兄弟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只是大师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对你，实在是有点过分。爹，你看到吗？这就是你的好徒儿。其实我觉得掌门之死有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他离世前几天，我去探望过他。那时候他的脉象非常的正常，内伤也已转好，但是没曾想，才过几天，突然伤重离世。你是说，他死后，我检查他的遗体，手中紧紧攥着这个香囊。